那我族就没法抵挡住他们。黑蟒一族也绝不可能放过我族，覆灭几乎已经注定了。我炎魔一族可以覆灭，也可以就此在轮回大陆中消失，可我炎魔一族流传无尽岁月的血脉却绝不能就地断绝。三长老，待会儿我会与其他几位长老联手，想办法将黑蟒一族那些强者引开，而你便找机会带着那100名资质好的年轻人离开这片疆域。从今往后，隐姓埋名，再也别向外提起自己是炎魔一族的人。另外，吩咐下去，待会儿我会与几位长老拼死一战，而族内众多的族人没必要死战到底，想办法逃，能逃掉多少便是多少，多逃掉一个，我炎魔一族便多留下一丝血脉，听明白了吗？红山大哥，红山大哥，怎么，抵挡不住了吗？不是这事儿，是无双大人。见无双，我不是让你带着他赶紧离开吗？不，无双大人没有离开，他出手了，且直接将黑蟒一族的8位道尊给斩杀了。什么？清斌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是无双大人出手了，直接斩杀了闯入我炎魔一族居住地的8位道尊，且无双大人只用了1剑。开什么玩笑？清斌，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当然没看错，我们很多族人都亲眼看到了。到现在，黑蟒一族那8位道尊的尸体还在无双大人的脚下呢。红山大哥，你若是不信，去看一眼就知道了。走，我们赶紧去看看。竟然是真的！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？该死的！这小子到底哪儿来的？炎魔一族内什么时候多出了如此了得的一个永恒境了？哼，没想到碰到熟人了，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小子，又是你！你便是黑蟒一族请来那位强者吗？不错。小子，之前老夫要对付那龙翼城主，便被你阻拦下来。哼！今日老夫要帮助黑蟒一族灭了这炎魔一族，你也要插手？你存心跟老夫过不去是吧？炎魔一族对我有些恩惠，你既然要出手对付他们的话，那我也只能跟你过不去了。严大人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出手杀了他！闭嘴！你以为这小子这么容易杀吗？有这小子在，你今日想灭掉炎魔一族，怕是难了。怎么会？这小子再怎么强，也就是个永恒境而已。以帝炎大人您的实力，全力出手，难道还杀不死他？帝炎大人，你全力出手，只要能够杀死他，我之前答应给你的报酬可以再加3成。哦，老夫可以答应全力出手一次，但能否杀死他，无法保证。只要大人你愿意全力出手就成，不管成与不成，我都愿意加3成的报酬。我就不相信，我黑蟒一族精心准备这么多年的计划，会毁在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永恒境小子手上。那好，老夫便全力出手了。蠢货，根本不知道这小子的防御有多变态，凭我的能力根本杀不死他。不过他既然愿意多出3成报酬，老夫也就全力出手一次，做做样子给他看吧。哼！当初在金羽的城堡外，我跟这老家伙对上，还处于绝对下风，只能够被动的靠自己的防御能力令其自行离开。那个时候，我连一条剑道都没有开辟呢，
也没有创出什么了得的剑术。而现在，我已经同时开辟出2条剑道了，能够动用2条剑道的威能，同时还分别创出剑术绝招，战力暴涨。我都要看看现在的我再次对上这老家伙，结果会怎么样。上！哼！什么？这都……哼！这剑术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呢？这才不到30年而已，他的实力怎么会提升这么多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退，赶紧退！可惜了，我现在跟他交手，虽然可以勉强压制住他，但想要杀他还是不大现实。剑无双，他竟然正面击败了一位3转巅峰道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看到了，老夫已经竭尽全力，可结果，莫连，会吧？有他在，黑蟒一族今日灭不了炎魔一族了。我们撤。剑无双，多谢了。当初在千古界，你对我有恩，且这段时间我在炎魔一族内也颇受你们照顾，这份人情当然得还了。可惜了，那黑蟒一族的族长一直躲在后方，跟我有一段距离，我也没法将他杀死以绝后患。现在这黑蟒一族虽然退去了，但是今日之事，他们怕是不会这么简单就善罢甘休的。红神前辈，那旭日剑帝留下的9道剑痕对我还有些用处，我会在那峡谷内多待一段时间的，不知是否可行啊？当然可以，那峡谷你想待多久都没问题，我早就吩咐不会让任何人去打搅你。另外，你的实力比我强，就没必要叫我大哥了，直接叫我的名字，或者跟青松一样，叫我红神大哥就是了。那就打扰了，红神大哥。剑无双，你已经开辟出了极光剑道，还创出了绝影一剑。到了这一步，那9道剑痕对你的用处应当并不大了。可你还说要在那峡谷当中待一段时间参悟，应当是为了这炎魔一族吧？国王，你寄生在我身上那么久，倒是越来越了解我。好人做到底，炎魔一族刚遭受重创，元气还没有恢复过来，且那黑蟒一族也不会这么简单就善罢甘休的。这个时候我要是离去，炎魔一族依旧没法摆脱覆灭的下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便在炎魔一族多待一段时间，等炎魔一族彻底平复下来再走也不迟啊。何况那9道剑痕对我的用处虽然没有之前那般大，可是还是有不少作用。混蛋，该死的杂碎！就差一点儿，差一点就可以将炎魔一族彻底覆灭了，偏偏这个时候冒出一个剑道强者来。那小子到底是哪儿来的？狄仁大人，我之前听你跟那小子的交谈，你早就认识他。老夫之前的确跟那小子打过交道，他叫剑无双，虽说只是一个永恒境，但或许是因为体内血脉的原因，还是一些其他因素，他的战力堪比3转道尊。20年前老夫就跟他交过手，那时他在老夫手中也仅仅勉强保住性命而已。20多年前，他的实力充其量也就接近3转巅峰而已。可如今，他今日展露出来的实力绝对已经达到3转巅峰层次，甚至就连老夫跟他交手都处于下风。这进步速度，当真匪夷所思啊！混蛋！我黑蟒一族为了今日准备了那么多年，且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，绝不能因为他而前功尽弃，必须想办法杀死他，或者逼他走。狄仁大人，你可有办法？那剑无双不仅实力极强，且防御能力更是了得，单凭老夫一人根本杀不了他。
不过，殿言大人，有什么办法尽管说，只要能够杀死那小子，将炎魔一族覆灭，不管需要什么代价，一切都可以商量。其实真要杀死他的话，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据我所知，剑无双之前曾亲自杀了轮回神殿的一位金衣执事。金衣执事？金衣执事在轮回神殿也算得上是高层了。据我所知，剑无双之前曾亲自杀了轮回神殿的一位金衣执事。金衣执事？金衣执事在轮回神殿也算得上是高层了，数量也没有多少，随便陨落一位，对轮回神殿而言都是莫大的损失。那剑无双既然杀死了一位金衣执事，那不管他为何杀死，轮回神殿都不可能装作看不见的。你的意思是借轮回神殿的手除掉他？对，据我所知，轮回神殿不久前就已经得知这剑无双杀死那位金衣执事的消息，想必也颇为震怒。这些年也一直在搜寻剑无双的踪迹。只要我们把剑无双在炎魔一族的消息传递给轮回神殿，他们自会派强者过来。是这样，我倒刚好认识一位轮回神殿的金衣执事，且交情还不错。我现在传讯给他，让他将此事禀告上去。你传讯时最好将剑无双的实力还有他的防御能力说清楚，这样轮回神殿才会根据这小子的实力派相应强者过来。你传讯时最好将剑无双的实力还有他的防御能力说清楚，这样轮回神殿才会根据这小子的实力派相应强者过来。好，那位金衣执事已经将这件事禀报上去了，很快便会有结果。那咱们便安心等着就是了。另外，最好派人盯着炎魔一族，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好，好消息啊！那位金衣执事传讯给我，说轮回神殿派出的强者已经出发了。轮回神殿的效率还真快呀，才刚将讯息递上去，不到1天时间就派强者过来了。对了，轮回神殿派出的是哪位强者呀？是一位名为吴梦的道尊，听说是轮回神殿的一位8阶轮回者。吴梦道尊，吴梦道尊，我想起来了，竟然是他。帝炎大人，你知道这吴梦道尊？这吴梦道尊我倒是听说过，他是一位8阶轮回者无疑，且还是轮回神殿的天级执法者，在轮回大陆一些顶尖强者当中，他的名气非常之大。这位吴梦道尊虽然也只是3转巅峰道尊，但是在3转巅峰这一层次，绝对称得上是最顶尖的那种，比我可要强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位吴梦道尊攻击手段非常可怕，单论攻击威能，整个青火界天尊之下，他绝对可以排第3位。这般厉害。那剑无双防御手段极其了得，寻常的3转巅峰道尊几乎不可能杀死他，但若是这吴梦道尊出手，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杀死他。太好了，只要能够杀死这剑无双，那炎魔一族必灭。咱们就在这儿等着那位吴梦道尊前来吧。以轮回神殿的手段，应当用不了几天，那吴梦道尊便会赶到了。黑蟒一族族长见过吴梦道尊。黑蟒一族，这位又是谁？老夫帝炎见过吴梦道尊。帝炎？吞天蝙蝠帝炎？没想到吴梦道尊竟然知道老夫，真是3生有幸啊。吞天一族血脉，整个轮回大陆仅有2位，一个是你，
另一个则是你的父亲霸天老祖。你父亲霸天老祖凶名赫赫，不管是几大巅峰族群，还是我轮回神殿，都忌惮无比。他唯一的儿子，我轮回神殿自然也会关注。不过这次之事，你怎么会掺和到其中？老夫可不敢掺和轮回神殿的事儿，这次只是碰巧。莫林族长邀请我去帮他对付炎魔一族，结果就碰上了剑无双。说来惭愧，那小子手段非常，老夫堂堂一位3转巅峰道尊，却奈何不了他。连你也奈何不了那剑无双？听说那剑无双还仅仅是一个永恒期，如此战力的永恒期，我倒真是有些期待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炎魔一族，如何？可以，不过事先说明，我只负责对付那剑无双，至于黑蟒一族跟炎魔一族之间的恩怨，我不会插手。这是当然。差一点只差最后一步，那最后一点到底是什么呢？剑无双，无双兄弟，红尘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是黑蟒一族，他们再次杀上门来了，而且这次他们还找来了一位帮手。哦，找来的帮手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只知道是一名用枪的男子，而且身上的气息很强，比很多3转巅峰都要强得多，但并没有达到天尊的层次。不是天尊。国王，道元子留下的众多宝物当中，有没有什么可以防止别人逃跑的宝物或者手段？有是有，你想做什么？那9道剑痕对我的用处越来越小，我也没打算在这炎魔一族继续逗留下去，所以若是可以的话，便将那黑蟒一族顺带解决掉，不然就没完没了了。道元子留下的宝物有不少，防止别人逃窜的手段也有，你现在能用且有可能实现的，便只有那囚龙法阵了。囚龙法阵？这囚龙法阵在万古混沌世界只是很普通很一般的法阵，但是对这清火界而言就是无比高明了。这法阵一旦布置下来，便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层结界，身处结界当中，除了操控那人，其他人的度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。短时间内没法逃出结界，度又会大幅度削弱。趁这段时间，你完全可以想办法将对方诛杀。道元子留下了一套完整的囚龙法阵，你可以暗中去布置，不过这法阵驱动起来需要消耗一些混沌晶。要消耗多少？那得看你要用多长时间了。正常情况下，驱动1刻钟就得消耗10颗混沌晶了。1刻钟消耗10颗？就用这囚龙法阵，交给你了。剑无双，你这是……红尘大哥，走吧，咱们去会一会黑蟒一族的人。这便是黑蟒一族请来的帮手。这人的实力或许不会亚于萧蜀。你便是剑无双？正是。本座无梦，轮回神殿天级执法者。不久前，你杀了我轮回神殿的一位金衣执事金羽，今日我奉命前来处决你。竟然是轮回神殿的人！无双大人他竟然杀死了轮回神殿的一位金衣执事！该死，竟然是轮回神殿的执法者，这下子麻烦大了。无梦道尊，你说要处决我，不知是要如何处决？当然是就地正法。这一枪无情，好强的威势！杀！哼！剑绝影，你的力量太强了。
抵挡不住。究极魔龙杀！那般恐怖的一枪，正面刺在他的胸膛之上，结果他几近只是受了些轻伤。天哪，这得是多么可怕的防御力！太变态了，他的防御能力太变态了。我觉醒了炎魔巨人的血脉，防御是我最擅长的。可刚刚那恐怖的一枪，就算是10个我绑在一起，也只有被彻底灭杀的份儿。但剑无双正面接下了那一枪，竟然仅只是受了轻伤。我这一枪，竟然都没能重伤你。这剑无双的防御能力的确堪称逆天，单单一枪之力杀不死他。不过他现在已经受了伤，你只需要再次出手，让他伤势不断加重，花些功夫便足以杀了他。还得花费功夫，让他的伤势不断加重。刚刚那一枪，至刚至阳，凶悍强横，这不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，想要开辟出的第3剑道。我得跟他继续交战，逼他再次施展的刚刚的一枪。他施展的越多，我看到的、感受到的也越清楚。古王，交给我吧。那小子的枪法威能不错，虽然令你受了些伤，但仅这点伤，我片刻就能给你恢复过来。战！哼！究极魔龙杀！再来！死！究极魔龙杀！怎么回事？他的伤势没有加重，没办法，只能用那招了。金龙钻！这是天尊之威！这一枪竟然是这样！突破了！多亏你刚刚那一枪了，不然我也没办法这么快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第3条剑道。我这第3条剑道，是根据那最强剑道心得不断摸索钻研出来的。这条剑道至刚至阳，注重的是威势迅猛，擅长的也是力量的碰撞。至于名字嘛，暂且就叫做赤阳剑道吧。我不计代价施展的最强一招都没能杀死你，反而助你突破。现在你实力大涨，我不可能再杀死你了。剑无双，我轮回神殿之前有仔细调查过，20多年前是那金鱼主动出手对付你，你才将其杀死，并非是存心挑衅我轮回神殿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接到的命令仅是出手将你重伤，或者给你一些教训，算是挽回轮回神殿的一些颜面。毕竟你杀死了一位金衣执事，我轮回神殿绝不可能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不过我轮回神殿却并没有彻底将你杀死的意思。你天赋奇高，潜力非凡，说不定日后还可以进入清火宫，成为清火宫的一大战力。若非必要，我轮回神殿也不至于将你这位天才提前扼杀了。之前我说要处决你，也是好奇对你这位永恒境的实力，这才想要彻底激怒你，让你全力以赴跟我交手罢了。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见谅。清火宫，无梦道尊，既然轮回神殿对我没有起杀心的话，那黑蟒一族跟轮回神殿没有任何的瓜葛，你们之间的争斗，轮回神殿绝不会插手，所以你一切自便就是了。那就多谢了。怎么可能？无梦道尊亲自出手，甚至施展那已经到达天尊门槛的一枪了，竟然都没能真正杀死他。不仅没能杀死他，反而令这剑无双突破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莫林，我们走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的倒是挺美啊。
剑无双，老夫等人都已经要退去，你还想怎样？难不成想将我们彻底留下吗？我倒是的确有这个想法。哼，可笑！老夫承认你突破之后实力应该比老夫强，但强又如何？老夫最擅长的就是速度，打不过要逃，那还是轻而易举的。想彻底留下老夫，就凭你。帝言，你说的没错。如果是正常情况下，我还真没法把你们留住。但是现在，你们还是仔细看看自己的周围再说。今日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掉。糟糕，这是结界！不好，我被这剑无双给算计了。小心！我的速度！混账！不仅他们要死，你也要死。糟糕了！想办法拦住他。这结界威能非凡，施展起来绝不轻松，他肯定支撑不了多久。绝影！该死，竟然这么强！莫林一死，老夫也危险了。无梦道尊，快帮我一把，救我一命！这个人情帝言绝不忘，快出手啊！我早就说过，我只会出手对付剑无双。既然杀不死他，那我便会罢手。至于这黑蟒一族，还有你帝言与剑无双之间的恩怨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混蛋！死！剑无双，快住手！我愿给你赔罪。现在知道赔罪？不！剑无双，父亲是霸天老祖，是霸天老祖！霸天老祖？什么霸天老祖？听都没听过。你死了吗？啊，死了！黑蟒一族的族长，那莫林就这么死了？还有黑蟒一族的那些强者，也全部被灭杀了，被无双大人一人斩杀的。我刚开辟出赤阳剑道，虽然实力暴涨，却还没有创造出适合赤阳剑道施展那种威能无比可怕的剑术。不然，我要杀掉这帝炎，绝对不会这么费力的。剑无双，我倒真有些佩服你，不仅天赋奇高，就连胆量也不凡。那帝炎都说了，他父亲是霸天老祖，你竟然还敢杀死他？霸天老祖？无梦道尊，那霸天老祖到底是谁啊？你真不知道？实不相瞒，我其实是来自虚空大陆，刚到这轮回大陆不久，对轮回大陆的一些顶尖强者知道的并不多。原来如此，我就说那霸天老祖如此大的凶名，以你的实力，若是生在轮回大陆，不可能不知道。剑无双，那霸天老祖可不好惹呀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位霸天老祖应该是一位天尊吧？对，霸天老祖是一位天尊，而且在天尊当中还是极其不好惹的一位。剑无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这帝炎具备的血脉？他的血脉我倒是知道，是吞天族。就是吞天族。你也知道，在我们轮回大陆拥有不少独特强横的血脉，虽然这些血脉大多非常的稀薄，但是层次却是极高。这吞天族纵然是那浩瀚的万古混沌世界当中，也属于非常罕见的等级极高的血脉。而在轮回大陆上，就有2位拥有吞天族血脉的强者。这2人，一个是你刚刚杀死的帝炎，另一个便是他的父亲霸天老祖。这位霸天老祖在很多年前便已成名，实力非常了得，在天尊当中也属于是1等1的。而且他行事疯狂，无法无天，桀骜不顺。多年前曾因疯狂的杀戮铸就了他的赫赫凶名。
在清火界内，一般只要有人提到霸天老祖，无不心惊胆战。即使是轮回神殿，我轮回神殿内虽然有众多强者，可除了殿主大人之外，这霸天老祖就不曾将其他人放在过眼里。还有轮回大陆的几大巅峰族群，对着霸天老祖也是万万不敢招惹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个霸天老祖就是一个桀骜疯狂、手段残忍，而且无人敢招惹的老怪物。而你现在却杀了这老怪物唯一的儿子，你说这老怪物会不会疯狂地报复你？哼，管他呢，他想报复我，尽管放马过来就是。哼，你倒是真的有胆色。不然呢，反正我人已经杀死了，就算现在想要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吴梦道尊，今日多亏于你的一战，我才能够开辟出第3条剑道来。若是你没有急事的话，不如留下来，咱们喝上一杯如何？正好我有一些事情想请教你。当然可以。剑无双，其实我很想问，你当真只是一个永恒境吗？哼，论境界，我的确只是永恒境，但我的血脉之力却已经达到堪比道尊的层次了。真要说起来，现在的我其实就是道尊。是这样。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，你一个永恒境不可能强成这样。吴梦道尊，你实力如此强厚，应当是一位8阶轮回者吧？对。吴梦道尊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今日是有一事相求。有事相求？说说看，若是能帮上忙的话，我会尽力的。是这样的，2000年前，我的一位至亲好友被轮回神殿选中，成为一名轮回者。到现在2000年过去了，也生死不知。我这次之所以特意从虚空大陆赶过来，便是为了查找他的下落。之前我去找了金衣执事金羽，付出不小代价，让金羽替我查探了一次，却没有找到我那位至亲之人，所以我只能找到比金羽更高的8阶轮回者了。你想让我利用权限去找你那位至亲之人的信息？对，只要你愿意帮我忙，需要什么代价，可以尽管说。莫非有难处吗？抱歉，这个忙我怕是帮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倒不是我不愿意帮你，以你的潜力，只要不陨落，将来必定成为清火界的顶尖人物。我巴不得能跟你扯上点关系，或者让你欠我些人情之类的。不过你这个忙，我的确帮不了。剑无双啊，你或许还不知道，轮回神殿的强者其实是分2类的。第一类便是像金羽那样负责相关事宜，包括那些轮回者的选拔挑选这一方面的强者，而另一类却是负责替轮回神殿征战，排除一切障碍的执法者。这2类强者分管不同的职务，你也可以称之为2大派系。这2大派系一直是互不干涉的。像我身为天级执法者，负责便是去征战，去轮回神殿出面去杀戮，但那些轮回者的信息我却不管，自然我也没法替你去查找那些轮回者的信息。不是不想查，是我根本就查不到。是这样啊。剑无双，你要去找的人应当是轮回神殿的内殿长老。这些内殿长老身为8阶轮回者，掌管着诸多轮回者的选拔，对8阶以下那些轮回者的信息是一清二楚。内殿长老？轮回神殿的内殿长老我很少打交道，唯一有些交情的只有1位，我倒是可以介绍一二。那位内殿长老名为丁墨，我会给他传个讯，而你拿着这枚令符去天妖域找他。不过那老家伙的脾气相当怪异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他应当会会见你，但是什么时候见我也不知道了。多谢。
哎，不用客气。哎，对了，吴梦道尊，我记得你之前提过清火宫，那清火宫是什么呀？清火宫？那清火宫，我也只是听说，却并没有资格进去，所以对清火宫，我知道的并不多。我只知道，清火宫是清火界最高层强者的聚集地点。要进入清火宫的门槛极高，一般情况下，只有实力达到了天尊层次，才会受到清火宫的邀请。此外，还有那些在清火界拥有莫大权势的，比如一些大势力的掌权者，一般也有资格进入清火宫。可以这么说，整个清火界站在最顶尖的一批存在，还有一些顶尖势力，90%以上都是清火宫的一员。像轮回大陆的轮回神殿，那几大巅峰族群，以及虚空大陆的虚空神殿，4大国度都隶属于清火宫的麾下。哎，对了，那霸天老祖呢？按照你所说的，清火宫最高层次的强者几乎都在清火宫内，那以霸天老祖的实力，应当也可以进入清火宫吧？当然可以。论实力，他的确有资格进入清火宫。不过很可惜啊，这霸天老祖桀骜不顺，且一直都是目中无人。据说当时他突破到天尊时，清火宫曾经出面邀请过他，却被他直接拒绝了。拒绝？关于那清火宫，我也就知道这些。剑无双，你若是想知道更多，等以后你突破到天尊了，清火宫自然会出面邀请你。等真正进入了清火宫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红尘大哥，那黑蟒一族怎么样了？还能如何？黑蟒一族莫林，还有90%以上的高阶强者，全都被你所杀。这黑蟒一族根本没法再称得上是高等族群了，墙倒众人推。纵然不需要我炎魔一族出手，这黑蟒一族便已经完了。估计能有一部分族人逃掉，就算不错了。黑蟒一族一灭，这片疆域内应该没有任何族群再威胁到炎魔一族了。我也该离开了。你要走？旭日剑帝留下的9道剑痕对我的用处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巨大，而且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离开是自然的。那好吧。对了，那霸天老祖……霸天老祖是个威胁，不过他也奈何不了我。那就好。红尘大哥，那我就告辞了。死了？我的儿子帝炎竟然死了！剑无双，剑无双！明知是我霸天老祖之子，还敢下杀手，好大的胆子！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也不管你什么来历，我霸天一定要让你死，一定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10大护法何在？拜见老祖。跟我走。我的儿子便死在这儿吗？天尊，是天尊强者。炎魔一族族长红神见过霸天老祖。那剑无双呢？在哪儿？剑无双早在几天前便已离开了。离开了？去了哪儿呢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霸天老祖，我的确不知道剑无双去了哪儿。哦，我的儿子便死在这里，这里是他的葬身之地。哦，我的儿子便死在这里，这里是他的葬身之地。既然是葬身之地，方圆万里之内岂可再有活物？
你炎魔一族数百万族人，就都留下来，替我儿陪葬吧。霸天老祖，我炎魔一族内有一处奇特之地，还想你能随我一同去看看。哦，霸天老祖，请跟我来。霸天老祖，你看那片山壁，好恐怖，好可怕的一剑呐！整个清火界，剑道强者虽然数不胜数，但有资格施展出那等恐怖剑术的，却绝对只有一人——清火界第一剑修旭日剑帝。霸天老祖，想来你也应当将这九道剑痕的主人给认出来了吧？是认出来了，那又如何？倒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老祖你，我炎魔一族跟那位传说中的旭日剑帝勉强有些交情。是认出来了，那又如何？倒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告诉老祖你，我炎魔一族跟那位传说中的旭日剑帝勉强有些交情。2万年前，那位旭日剑帝路过我炎魔一族，且刚好心有所悟，便停下来，在我炎魔一族做了2年的客，同时也在这峡谷参悟了2年。我炎魔一族在这2年里，为这位旭日剑帝提供了一切方便。后来走的时候，这位旭日剑帝还刻意将这9道剑痕留在了我炎魔一族之内。那剑无双就是一位剑修，且就是因为这9道剑痕的关系，他才会留在我炎魔一族之内。刚好这个时候，帝炎和黑蟒一族来犯，打搅到了他，他才出手将他们斩杀的，并非是真心要为我炎魔一族出头。像现在，他也知道自己杀了帝炎，招惹了霸天老祖你，便自己独自一人直接离开了，但是丝毫不曾顾及我炎魔一族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炎魔一族跟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关系了？帝炎毕竟是死在我炎魔一族内，我炎魔一族自然是难脱干系。我只是想告诉老祖你，其实我炎魔一族只跟旭日剑帝有点交情，跟那剑无双什么交情都没有。他也只是纯粹因为这9道剑痕才会留在这儿的。旭日剑帝杀死我儿的是那剑无双，倒并不是这炎魔一族。若是为了泄愤覆灭这一族群，惹得旭日剑帝动怒，或者只是稍微有些不喜，那对我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啊。我们走。霸天老祖，不送了。剑无双，那霸天老祖的确来我炎魔一族找麻烦了，甚至都打算直接出手覆灭我炎魔一族。不过我按照你之前跟我说的，带他去那峡谷走了一趟，而且说明我炎魔一族只跟旭日剑帝有些交情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他便直接离去了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那霸天老祖虽然无法无天，但是面对旭日剑帝，恐怕也不得不有所顾忌。单纯是为了泄愤灭掉炎魔一族，有可能真会招惹到旭日剑帝的身上。这霸天老祖还不至于傻得那么去做。哼，这也是那位旭日剑帝的大旗好用些罢了。如果那霸天老祖不顾及旭日剑帝，依旧对炎魔一族出手，你怎么办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早在几天前便可以离开这片疆域了，却一直留在这里，明显是担心那炎魔一族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若是那霸天老祖真的对炎魔一族出手的话，
你便会立即现身吧。剑无双，在这清火界也就罢了，可以后等你到了万古混沌世界，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能不招惹就尽量不招惹，一些跟你无关的事你也少去掺和。别忘了我的上一任主人洛真王是如何死去的。我知道了，该出发去天妖域了。我刚开辟出第3条剑道赤阳剑道了，可适合赤阳剑道施展的剑术却还没有创出来。此外，那位归一剑道创出的无情一剑也有诸多不适之处，这些我都得好好钻研好才行。剑无双，那霸天老祖疯了，现在他已经放出话，以20混沌晶的代价，在整个轮回大陆悬赏通缉你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找到你的踪迹，且将消息传达给他，就能得到20混沌晶。此外，这霸天老祖还刻意说明了，你只是一个永恒境，但战力却达到了3转巅峰道尊的层次，而且还是剑道武者。现在整个轮回大陆各方族群，包括很多独行强者都疯狂了，很多人都在开始打探起你的踪迹来。剑无双，你千万要小心了，另外也别轻易出手，你一出手，一个永恒境那般战力太明显了，别人一眼就能够将你认出来。以20个混沌晶为代价悬赏通缉我，好大的手笔啊！立刻传令，将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全部用上，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位叫剑无双的永恒境。20颗混沌晶，仅仅只要找到一个永恒境，而且这个永恒境这般好辨认，绝对要在第一时间找到。20个混沌晶，都快赶得上一位天尊的全部身价了。霸天老祖出手还真是阔气。现在消息已经确定了，咱们的当务之急便是赶紧将这剑无双找出来。咱们天影楼最擅长的便是情报能力，在整个轮回大陆上，情报方面比得上咱们的屈指可数。而这一次便是我天影楼彻底发挥情报能力的时候。剑无双，一个擅长用剑的永恒境小家伙，实力却极为强横。找到他，一定要赶在其他势力族群之前，第一个找到他。动赤色命令，让所有人去找他。霸天老祖那个老怪物难得动这么大怒啊！不过也对，毕竟有人杀了他的宝贝儿子。哎呀，20颗混沌晶，这老怪物为了给他儿子报仇，倒真是够舍得的。吩咐下去，让咱们的人也略微留意一下吧。20颗混沌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若是能够得到，咱们族群的底蕴也将更强几分。天妖域巅峰族群，这50年时间，我在剑道还有剑术方面都有着不小的提升。此外，我古神之力因为吞服那混元金珠的关系，提升的极快。随着这些年的积累，我的古神之力已经到达一个新的层次了。虽然距离3星巅峰还差得很远，但比之前要强多了。我的整体实力也比50年前要强了一截儿。不过我的实力虽然更强了，但是天妖域强者如云，我又有那霸天老祖的威胁在，所以行事还是要尽量低调一些。不管其他的，先去找无梦道尊介绍给我的那位内殿长老丁墨。这丁墨倒真是好手段，不仅是轮回神殿的内殿长老，还掌握这么一大座城邑，成为轮回大陆的一方霸主。我是轮回神殿的天级执法者无梦道尊引荐来的，有事求见丁墨长老。这是无梦道尊给我的令符，烦劳两位通禀一声。阁下，我家城主有请。啊？剑无双，那位霸天老祖可正在疯狂搜寻你的踪迹。轮回大陆的各方势力族群
也都为了那20颗混沌晶拼命找寻你的下落。在这般关头，那一般人早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了，你倒好，竟然还光明正大的找到老夫府上来了。丁默长老竟然知道我的身份，莫非是无梦道尊告诉你的？无梦道尊？那家伙只说过段时间会有一个永恒镜拿着他的令符来见我，却根本没有提到你的名字。不过无梦道尊心高气傲，又没有什么后辈弟子之类，若只是寻常的永恒镜，他岂会帮忙？另外，我知道他不久之前因为执行任务去了炎魔一族，只要仔细想一想，便可以猜出你的身份来了。不错，我便是剑无双。不知丁默长老，你是否要把这消息传递给霸天老祖？那可是20个混沌晶啊！不愧是让无梦道尊都无比欣赏的人。先不说你的天赋实力，单单你这份心态便是无比难得呀。放心吧，那20颗混沌晶虽然价值斐然，老夫虽然心动，却还不至于为了这些混沌晶而算计无梦道尊引荐来的人。多谢。你要我帮的忙，无梦道尊之前已经跟我说了，虽然比较麻烦，但对我而言却算不得什么难事。你的那位至亲之人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剑南天，2000年前从千古界成为的轮回者。好，我会立即替你去查询，但是需要花费一段时间，大约半个月左右吧。半个月？要这么久啊？我听无梦道尊说了，你之前曾拜托一位金衣执事去查找过你那位至亲之人的讯息。对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那位金衣执事很快便给了你答复，是吧？对，他只用了3天时间便给了我结果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你与那位金衣执事的事儿，无梦道尊都跟我说了。那位金衣执事纯粹只是为了从你那儿得到报酬，故意敷衍你而已。敷衍我？难道那位金羽当初根本没替我去查过？这倒不是，查他肯定是查了，不过他只是按照你给的姓名简单的查找了一番，没有找到你那位至亲之人的名字，他就答复你了。可实际上，我轮回神殿的轮回者为了接受考验时方便些、隐蔽些，很多在成为轮回者之后都会给自己起一个代号，到后来他们的信息也都更改为代号了，而他们的本名反而是被忽略了。所以如果那金鱼真的是诚心想要帮你的话，那就不能只按照名字来，而是应该按照来历，按照成为轮回者的岁月去卜算、筛查、去找寻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确切的结果。这样啊。剑无双，你既然是无梦道尊引荐而来，而且你的天赋形态老夫也颇为赞赏，老夫自然会诚心替你去找寻那位至亲之人的下落，那就得从他的来历、成为轮回者的时间去慢慢筛查，这所耗费的时日自然更多些，半个月已经很快了。如此就有劳丁默长老。小事小事，这半个月你若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暂且在这儿居住下来，半月之后老夫会给你结果。按照丁默长老所说的，那金羽纯粹是马虎大意，根本没用心找。也就是说，父亲即便在这2000年内成为7阶以上的轮回者，那也极有可能在7阶以下的轮回者之内，只不过那金羽之前根本没有找到而已。如此算下来，父亲很有可能还活着。我这一剑，威能倒是越来越强。
天地级别的道倒也是不难开辟，但想要提升到达造化级就难。至于那最强剑道，恐怕还不知道要花费多长时间。是谁竟然能够让丁墨长老亲自迎接？是他。剑无双，你认识他？当然认识了。徐统领。哦，哈哈，是旋风小友啊，有什么？倒也没什么，我只好奇刚刚来那3个人竟然能让丁墨长老亲自接见，想来其来历也非同小可吧。刚刚那3人都是来自古妖一族的强者，来历当然非同一般了。古妖一族，怪不得呢，原来是巅峰族群的强者。哈哈，如果单纯只是来自巅峰族群的话，可还不至于让我家大人亲自迎接。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那名9剑道尊，就是站在中间那位。虽说论实力他赶不上另外2人，但在古妖一族的地位却相当之高。跟在他身后的那2名3转巅峰道尊，其实就是古妖一族专门派来保护他的。9剑道尊？这9剑道尊很厉害。厉不厉害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9剑道尊在天妖域名气很大，据说古妖一族更是将他当成宝贝疙瘩，但他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，我却不知道了。不过你若是好奇的话，可以随便去找个贩卖情报的组织，应当可以找到他的消息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多谢了，徐统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古妖一族便是带着古神血脉的那一族。9修不是9剑道尊，时隔2000年，哼，咱们总算又见面了。就是他，就是因为他。如果没有他，父亲根本不会成为轮回者去冒险，也早就跟母亲团聚了，绝不可能分开这么久，一直到现在。还有姬氏一族，姬氏一族的覆灭也是拜着9修所赐。古妖一族，这古妖一族不一般，古神自然不用多，在万古混沌世界当中，绝对是站在最顶端的，无比高贵强横的血脉之一。而天妖在万古混沌世界名气也极大，虽然比古神要差上一筹，但也差不了太远。2种血脉，任何一种都非常难得。可这古妖一族竟然同时包含了古神血脉跟天妖血脉，当真古怪。或许母亲她便是古妖一族的人。不过如果母亲真的是古妖一族的人，那她怎么会去千古界，还有9修？剑无双，关于这一点的话，我倒是知晓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转世。啊？在万古混沌世界，你转世重修的确是存在的。而且你母亲若是觉醒了天妖血脉的话，那转世的可能性的确很大。一切都明白了。可惜我得到这份资料虽然详细，但却没有提到母亲的一字半点。想找到母亲的下落，只能从这9修身上下手。剑无双，你想做什么？别忘了，那9修身边可是跟着足足2位3转巅峰的道尊的。你想要在这2位3转巅峰道尊眼皮子底下对付9修，几乎没什么希望。我明白，虽然困难重重，可我想要得知母亲的下落，就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难得的一次机会错过了，再要等下一次还不知要等多久，所以就算很艰难，就算有着众多风险，也必须要去尝试一下。你既然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拦你。不过动手之前还得从长计议，不动手则已，一动手就要一击即中，而且最好还能够全身而退才行。我明白。那9修身边跟着2位3转巅峰道尊，
光凭我一人行事，几乎没什么得手的希望。不过，我却可以找一些帮手。在轮回大陆，虽然没有多少人会轻易得罪古妖一族，但只要我给的代价足够大的话，还是有人会愿意出手的。比如说，血刀。啊，阁下，有事儿啊？我找血刀。请随我来。我听说你们血刀组织是轮回大陆最强的杀手组织，而且号称什么任务都敢做。阁下说笑了，我血刀组织是有点虚名，这没错，但什么任务都敢接，那就是开玩笑了。比如啊，有人叫我们去暗杀轮回神殿殿主，或者去暗杀那些站在顶端的天尊，比如霸天老祖、4大巅峰族群的掌权者等等。这样的任务啊，我血刀组织可不敢接呀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些任务呢，剩下的只要给得起代价，我血刀组织便都可以接。我要对付的人虽然不是那些天尊层次的老怪物，却跟4大巅峰族群之一的古妖一族有关系。古妖一族，古妖一族很是强横，但我血刀组织若是杀了他1个2个人，这古妖一族也绝不至于跟我们彻底翻脸。但不知阁下你要对付的人是谁呀？九剑道尊。怎么不能接？倒不是不能接，不过那9道剑尊在古妖一族地位非同寻常，一旦动了他，牵扯的东西将会非常之多。纵然是我血刀组织，也不敢有丝毫轻视。当然，最关键的是，阁下得支付得起相应的代价才行啊。需要多少代价？30颗混沌晶。我并不需要你们血刀组织将那9剑道尊给直接暗杀了，而是只要你们将9剑道尊身边的2位3转巅峰道尊给纠缠住，别让他们有出手的机会。至于如何对付那9剑道尊，我自然会另外找人出手的。那9剑道尊本身实力并不强，只是干系重大。不管我血刀组织是暗杀他也好，还是助人对付他也好，那都是狠狠得罪了古妖一族，性质上是一样的。所以就算只是派遣强者助你，依旧需要28颗混沌晶，不能再少了。28颗，这是10颗混沌晶，算是定金。等事成之后，我再付剩下的18颗混沌晶。我会立即去安排强者，速度要快。若是等到9剑道尊回了古妖一族，或者失去动手的契机的话，那这交易便不作数了。放心，我得到了消息，这位9剑道尊到地心城来，是有事情找丁默长老帮忙，应当会在城内停留几日，而我血刀组织安排强者，顶多2天便能够到位，绝对来得及。那就好。阁下，我来给你介绍啊，这2位分别是军刀跟罗刹，他们2位可都是我血刀组织内鼎鼎有名的血月级杀手。军刀跟罗刹，这次的任务你们2位应当知道吧？知道。那好，我希望执行任务时，你们2位能完全按照我的吩咐去行事。这是自然。你是雇主，我们当然听你的，但也只是局限于任务范畴之内。可若是任务范畴之外的，那就恕我2人无能为力。可以。我已经派人暗中盯着那9剑道尊了，只要他一有动作，
都会立即禀报的。那便先等着吧。地心城人多眼杂，强者也太多了，还是先等他离开了，咱们再动手。那九剑道尊动身了，终于来了吧？500年前，这海族暗地里的一些小动作，令我古妖一族遭受了不少损失。虽说事后这海族处理得很好，可还是被我古妖一族查到了。我这次出来时，3天尊便吩咐过，让我顺道灭了这海族。走吧。什么人？快停下！3位是古妖一族九剑。古妖一族，哈哈，原来是古妖一族鼎鼎大名的九剑道尊啊！不知今日到此所为何事？没什么，只是瞧你们这海族不顺眼，所以想灭了。动手吧！起来！不好，3转巅峰道尊，而且还是2位！快，挡住他们！挡住他们2个！我之前还好奇这九剑道尊到海族当中做什么，原来是要覆灭海族。哼，看样子咱们的运气还不错嘛。以九道剑尊3人的阵容，要覆灭这海族应当不难。但海族道尊强者也有一些底牌手段，虽然无法让他们3人付出太大的代价，但却足以令他们的灵力消耗不少。而咱们等他们解决掉海族之后再动手，事半功倍。无需等到那个时候了，现在便动手。什么？阁下倒是颇为仁慈嘛。动手吧。我们的任务只是纠缠住那2位3转巅峰道尊，至于那9剑道尊，就你自己去对付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海族的小崽子，去死吧！什么？这模样，还有刚刚那一刀，你是血色军刀？军刀，罗刹，竟然是血刀组织内大名鼎鼎的2位血月级杀手。看来你们海族早有准备啊！一口气请动2位血月级杀手，这代价恐怕也不小吧？不管是谁请来的，总之是我们的帮手。有这2位帮忙，那我海族还有很大的生机。血刀组织，好大的胆子，连我古妖一族的事情都敢滚！ 9剑道尊，你也别吓我。我血刀组织一直便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只有对方付得起代价，那就没有我血刀组织不敢的。那2位3转巅峰道尊都已经被纠缠住了，接下来便是他了。剑无双，你要对付的这些人，既然在那古妖一族有那么大的地位，那身上应当也会有一些独特的防身宝物，你动手时可得小心了，别让他溜掉。放心吧，我自有打算。没想到血刀的人也在，这下子倒是麻烦了。血刀组织作为轮回大陆第1杀手组织，实力极其不凡，纵然是我古妖一族，对其颇为忌惮。有他们的人在，今日这海族怕是灭不了了。哼，哼，该死的古妖一族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区区蝼蚁，也妄图与我拼命？什么？你是九修，好久不见。我的意识攻击，他竟然没什么影响，而且那么短的时间，我这绝影一剑速度又这么快，他竟然来得及抵挡。这九修的实力比资料上要强很多呀！
我的计划竟然失败了。既然计划失败了，那么接下来便只能以更加粗暴的方式了。你是剑无双，这一剑，你的实力的确比资料上要强上不少，但顶多也是无限接近于3转巅峰吧，跟我硬碰硬，你还差点。怎么可能？这剑无双怎么可能会这么强？2000年时间，当年在千古界的那个蝼蚁，便成长到这般地步了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他一个来自千古界的土著，只用了2000年时间，便赶上我了，甚至还超越了我。九兄，当初在千古界，我便说过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找到你，然后灭杀你。今日，我便要这话彻底实现。就凭你，也想杀我？剑无双，不管你的实力是如何提升上来的，你都得死！不好，快退！这是天尊的攻击，而且还绝非一般的天尊。剑无双，你得小心了。早猜到了，这九丘身上肯定有保命手段，却没想到还连蕴含天尊攻击的令符都有。不管怎么样，也绝不能坐以待毙。武神第2式碎星，只能靠血煞降甲了。能够逼得我拿出保命之物来，剑无双，你也值得自豪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在那等可怕的攻击下，他怎么可能完好无损？而且，他是什么时候跑到我身后去的？剑锋，镇压。那是分身。不，成功了。刚刚的血色巨手的威能倒真是够强，不知道是出自古瑶一族哪位天尊之后。当然了，我虽然肉身强横，又有血煞降甲防身，但想要凭借此正面对抗一位天尊的话，却还是不够。就像刚刚那样的攻击，若是再来2次，那我也抵挡不住。快放了九剑道尊，否则不管是天涯海角，我古瑶一族也必定让你身死道小。天涯海角，能够追上再说吧。军刀，这是剩下的报酬，希望你们可以再纠缠那么一段时间。我2人可以再替你拖住他们1刻钟，1刻钟后，古瑶一族强者应当就快到了，我2人必须离开。足够。混蛋，有胆别逃！蠢货，他都已经抓了9剑道尊，难不成他还会傻乎乎的留在这里，等着你古瑶一族的强者到来？该死！时间到了，现在你们2位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跟军刀都不会拦住。你们2个杂碎！军刀、罗刹，今日之事，我古瑶一族记住了。若是9剑道尊出了什么3长2短，不止你们2个，还有你们背后的血刀组织，都得给他陪葬。哼，你当我们是吓大的？古瑶一族虽然强大，但我血刀组织也不是吃素的。若真要翻脸，我血刀组织会如何我不知道，可你们古妖一族的人，以后就只能待在你们的老巢内，再也别想出门了。出来一个，我血刀组织便会暗杀一个。好，那咱们走着瞧。我们走。这一次，那古妖一族怕是得气得疯。
哈哈哈，毕竟这次出事的是九道剑尊，那可是古妖一族的宝贝疙瘩，不疯才怪。我现在倒是不好奇古妖一族的反应，反而更好奇咱们那位雇主。之前他只让我们纠缠住九剑道尊的2名护卫，我以为他是安排了另外的强者去对付九剑道尊的，可没想到他竟然是亲自出手。他亲自出手去镇压九剑道尊，竟然还成功了。九剑道尊动用最强的底牌，天尊的全力一击，竟然都没能真正杀死他。一个永恒境能有这般能耐，整个轮回大陆，甚至是整个清火界，都只有一个人。剑无双。没想到咱们这位雇主，竟然便是前段时间在整个轮回大陆传得沸沸扬扬的剑无双。这剑无双胆量当真非凡，之前先是杀了霸天老祖唯一的儿子，惹得霸天老祖以20颗混沌晶的代价满世界的悬赏通缉他，而他招惹了一个霸天老祖还不够，竟然还惹上了比霸天老祖更加可怕的古妖一族，还将古妖一族得罪的这般惨。对了，这剑无双的踪迹可是值20颗混沌晶呢，咱们要不要？我已经将这件事禀告上去了，至于那些老家伙们如何决定，跟咱们无关。咱们任务已经完成，还是赶紧离开这里的好。哦，那小子竟然是剑无双。哎，其实我早该想到的，若是寻常的永恒镜，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拿出28颗混沌晶来？剑无双啊，那霸天老祖可是一直在疯似的找他呀，没想到却是我血道组织第一个得知他的下落。这趟任务虽说得罪了古妖一族，但却得到了28颗混沌晶，再加上从霸天老祖那得到的20颗混沌晶，接近50颗，赚了，赚了！那剑无双竟然跑到天妖域去了，得罪了我霸天老祖，现在又将古妖一族得罪的这般惨。九剑道尊被生擒，古妖一族必然风去追杀着剑无双，不过那小子只能死在我霸天的手里。师大护法，出！整个轮回大陆，谁不知道九剑是我古妖一族的宝贝疙瘩？剑无双，好大的胆子！好在本尊为了以防万一，很早之前便在九剑身上留下了一道密文。现在这道密文既然还有感应，九剑应当还没有死。本尊亲自出马，将九剑给带回来，顺便将那剑无双一并灭杀了。九修，我母亲在哪儿？还有关于她的一切，全部说出来，否则……剑无双，你把我当傻子？我若是说出来，那还有命吗？不说你马上得死。那就先看看，到底是谁先死吧。还真是够硬气的，那我倒是要瞧瞧，你还能够忍受多久？剑无双，你要怎么折磨他，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无关。你的禁制也波及到我了。住手！快住手！宿命，这剑锋当中用来折磨人的禁制不少，而且非常强横。可惜有些禁制，我现在根本没法催发出来。师尊给我的宝物样样不凡，这血锋剑也不是凡品。的确不凡，你的这柄剑，我之前也只认为它只是一柄非常强横一些的地神兵罢了，但后来我却发现这柄剑非常独特，甚至已然超出了神兵的范畴，
特别是它的镇压功能。一柄能够具备镇压之能的神兵，单单这一点，它的价值便非同一般。或许这柄剑的价值不会比你得到的雪煞降甲要低出多少。就让那九叔在剑锋内待着，等折磨他一段时间，我就不信他不老实。剑无双，恐怕事情没你想的那般简单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刚刚察觉到那九修的身上有着一道密纹，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密纹应当是古妖一族的天尊强者刻意留在他身上的。通过这道密纹，古妖一族应当可以很清楚感应到他的位置所在。什么？有那道密纹在，古妖一族也可以轻易找到你。不出意外，现在古妖一族的天尊强者已经朝你追过来了。古王，你难道不能清除掉那道密纹吗？如果他完全不反抗的话，给我半天时间，我可以将那道密纹清除掉。可如果他全力反抗，那清除起来就要麻烦多了。就算不反抗，也得半天。剑无双，那九修知道古妖一族的强者会赶来救他，底气硬得很。你想要在古妖一族到来之前，从他口中得到你想要的讯息，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我建议你直接杀了他。杀了他？好不容易擒下九修，有机会从他口中得知母亲的下落，怎么能这般轻易就放弃？剑无双，你当真决定好了？我会让我的杀戮本尊带着我的众多宝物，包括山河设计图潜伏起来，确保我性命无碍。而我的世界本尊则带着血锋剑、血煞降甲去跟古瑶一族周旋。好不容易有机会得知母亲的下落，仅仅只是冒一次险而已，值得我去这样做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拼一次吧。你有血煞降甲防身，再加上我的恢复能力，就算是天尊亲自出手，想要杀你也绝不容易。快了，已经非常接近了。半个时辰，顶多半个时辰，我便可以追上他。九剑，希望你可以再撑半个时辰。东明天尊，霸天老祖。霸天老祖，你也是为了那剑无双而来的？对，那剑无双杀了我儿子，我自然得杀了他，替我儿报仇了。而我听说你现在也在追杀他，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当已经锁定了那小子的位置吧？的确锁定了。将他现在的位置告诉我，本座要亲手将那小子千刀万剐。我可以将他的位置告诉你，但我希望霸天老祖你在动手的时候，要尽可能的保证我族九剑道尊的安全。哦，九剑道尊还没死吗？哈哈，我答应你。那好，他现在的位置是在……哈哈哈哈！那小子刚好是朝本座所在的方向逃来的，不出意外，他马上便要跟本座碰上了。霸天老祖，切记尽量保证九剑道尊的安全。以我镇压九修到现在，已经过去足足2个时辰，那古瑶一族的强者应当已经快到。本座霸天，霸天老祖，剑无双，本座终于找到你了。天崩，给我破！太强了，哼！不愧是威名赫赫的霸天老祖，实力当真是了得呀！哼，能够接下我刚刚那一掌，你的实力也不俗，怪不得能够杀死我儿。可今日，你却必须要为我儿陪葬。陪葬？那你看你有没有真能耐啊？想逃？你逃得掉吗？
前有霸天老祖，后边则是古瑶一族的强者，我唯一的出路也被这10个人给堵死了。没办法，强行闯过去。好胆，竟然想强行从我们面前闯进去！哼，不自量力。那我们便成全他。这小子防御倒真是厉害。那又如何？咱们10人联手，他一样得死。杀了他！慢，我的剑术还是太慢，我得更快，快的能够同时挡住他们10人攻击。都给我滚！啊！怎么可能？他的剑术怎么那么快呢？太快了！明明是一口气挥出了10剑，可给人的感觉仿佛就只挥出了1剑一般。一群废物！那霸天老祖速度好快，我的极光剑道刚刚取得突破，达到了天地级，速度也暴涨。可跟这霸天老祖比起来，差距依旧非常明显。开辟的3条道都已经达到天地级别了，整体实力再次提升了几分。现在的我虽然还比不上一般的天尊，但差距应当也不大。剑无双，你现在还有心情想这些？你现在应当想办法摆脱那霸天老祖才对。天尊层次的吞天蝙蝠，速度可要比你快得多，而且他现在还没有展露出本体，一旦露出本体，速度绝对可以再提升几个台阶。没办法，只能拼了。古王，全力助我！好。龙血秘术。怎么回事？那小子的速度怎么一下子提升这么多？这感觉怕是瞬间提升了10倍之多呀！他到底施展了什么秘术？哼，他的秘术虽然好，但施展这样的秘术需要代价肯定极高，本座就不信那小子能够支撑多久。哈哈，剑无双，你小子身上的底牌还真是不少啊！这门秘术我还是第一次见你施展吧。以燃烧灵力为代价，令自己速度暴涨这么多，这等秘术就算在万古混沌世界也并不常见呐。这秘术是师尊传给我的，虽然代价极大，但用来逃命绝对是一流的。你那位师尊还真是了得，手段层出不穷啊，而且对你这位弟子也够疼爱，给了你那么多好东西。师尊对我的好，对我的恩，我都记着。不过师尊说过，他的一生也只会无偿赠给我这些东西，至于今后我要是还有所求的话，就得自己付出代价。很正常，一位真正为弟子着想的师尊是绝对不会太过宠溺弟子的。你师尊给了你这些宝物已经足够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国王，我现在灵力消耗非常大，你的恢复速度赶得上吗？灵力燃烧，消耗度太过巨大，我纵然全力出手，也无法帮你彻底恢复弥补过来。不过我却可以让你维持的时间很久。假如你施展这门秘术只能维持1天时间的话，那我却可以让你维持起码3天时间。足够。哎呀，那剑无双，我都叮嘱他要他自己小心低调一些，他倒好，生怕自己惹的事情不够大，竟是又将古妖一族的9剑道尊给镇压了。杀了霸天老祖的儿子，现在又出手镇压了古妖一族的9剑道尊，这剑无双胆量可真是够大的。不过他现在正在被霸天老祖给追杀，古妖一族肯定也不会放过他，不知道他能否度过这次危机啊。剑无双，单单一个霸天老祖便极不好惹了，现在又惹上了古妖一族，希望他吉人自有天相吧。哎，你接到消息了吧？那位凶名赫赫的霸天老祖，据说现在正在追杀那剑无双呢。
如此大的消息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还听说，那剑无双出手镇压了古妖一族的9剑道尊，引得古妖一族也为之大怒，也在疯狂追杀他呢。这剑无双真是好大胆子啊！哼，什么好大胆子？依我看，他这是自寻死路。霸天老祖和古妖一族联手围杀他，我就不信他今日还能够逃掉。拜见圣主。你们刚刚所说的剑无双是哪个剑无双？回圣主，我们对那剑无双的来历知晓的也并不是很清楚，我们只知道这剑无双仅仅只是一个永恒境，但战力却异常可怕，连3转巅峰道尊他都可以杀死。且据说他是来自千古界的，而且还非常年轻，从出生到现在不过2000年。啊，来自千古界，且出生到现在不过2000年，但战力却尤为强大，是他吗？熊山，但愿真是他。那小子怎么会？霸天老祖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没追上他？是我太小看他了，没想到这小子逃命的手段这般了得，他全力逃起来的速度已然超越了一般的天尊了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本座明明全力掠行了，可在感应当中却与9剑越来越远。哼，你尽管放心，这小子手段虽然不凡，但想要在我霸天面前逃掉，却是痴心妄想。剑无双，吞天蝙蝠。吞天蝙蝠本就擅长速度，而这霸天老祖比他儿子可要厉害多了。他是完全用血脉之力化为本体，速度暴涨起来，比他儿子要快太多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你马上就会被他追上了。没办法了。不可能！东冥天尊，快将那小子的位置告诉我！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你还让那剑无双给甩掉了不成？别问那么多，将位置传给我就是。本座就不相信了，他的秘术真有那般逆天，爆出如此恐怖的速度，会一点代价都没有。剑无双，你的灵力燃烧速度太快了，我的恢复能力远远跟不上啊！我知道，以我现在的状态，施展着龙轩秘术第2重，即便有古王替我恢复能力，却也顶多只能施展1刻钟的时间。都过去这么久了，那九修竟然还在硬撑。剑无双，那九修或许是因为转世的关系，他的意识非常强横。意识强横？这么长时间都支撑下来了，剩下单单1刻钟的时间，这九修绝不可能开口。没办法，只能直接杀了他。杀了他？你不想从他口中得知你母亲下落了？若是有一丝可能的话，我绝对会争取的，但是现在却一点希望也没有。我不是愣头青，既然已经知道没希望，我就不会再去盲目追求了。将九修杀死，没有那道密门的感应，而这1刻钟我全力逃窜，完全有机会逃掉的。剑无双，快看你前边！不好，这股气息是天尊强者，难道是古妖一族的人？麻烦了。这是什么人？胆敢阻我霸天！奉主人令，将你拦下。主人，这人是冲我来的，但不是为杀我，而是为了帮我。主人，我不管你的主人是哪一位，这小子杀死我儿，我今日必杀他。你若是识相的，别滚一边去，否则，
否则又如何？主人，老四，霸天老祖，今日有我在，你若是胆敢动他一根毫毛，我便将你全身的蝙蝠毛都给拔了。你们是血修罗一族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便是血修罗一族那位修罗圣主吧？修罗圣主，短短2000年的时间，老四的竟然成了血修罗一族的修罗圣主。哼，血修罗一族很是强横，不过我霸天也不是那般好惹的。修罗圣主，你当真要为了那小子跟我撕破脸？我说了，今日有我在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他一根汗毛。据说血修罗一族这些年崛起的修罗圣主，不仅是血修罗一族历史上血脉觉醒层次最高的一位，且他还唤醒了修罗眼。用这修罗眼，他可以同时控制众多的强者，效忠于他。就算是天尊强者，稍有不差，都可能被他给控制。这些人应当便是这位修罗圣主控制的那些强者吧。有这位修罗圣主出面，我想要对付那小子就不那么容易了。东明天尊，霸天老祖，我感应到九剑已经停了下来，莫非是你已经杀了剑无双，将九剑给救了？还没有，我遇到了麻烦，是血修罗一族的修罗圣主，他亲自出面要庇护剑无双。修罗圣主？哼，血修罗一族竟然也插手了，莫非这次针对九剑的行动便是这血修罗一族安排的？哼，好一个血修罗一族！你先拖着，我马上便会赶到。好，哈哈，看样子血修罗一族是铁了心了要插手此事了。有你出面，我是奈何不了那小子。不过，古妖一族的东明道尊马上便会赶到，我倒要看看你血修罗一族如何同时面对我霸天和古妖一族。那也得等东明道尊到了再说。老三，老四，可真有你的！2000年不见，你竟成了修罗一族的修罗圣主了。我也是因为血脉的关系。先不说这个，马上古妖一族的强者便会赶到，以我的能力没法同时应对古妖一族和霸天老祖，所以趁古妖一族强者还未赶到之前，你赶紧先逃吧，我会替你拖住那霸天老祖。逃不及。为什么？我镇压的九剑道尊身上有一道密文，古妖一族便是凭那道密文感应到我的位置的。只要那道密文不曾消散，我逃也逃不掉，索性便留下来跟古妖一族还有这位霸天老祖好好谈一谈。那要是万一……放心吧，我既然敢动手镇压的九剑道尊，自然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了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不至于丢掉性命。况且现在有你帮我，单凭霸天老祖跟古妖一族，还真未必能够奈何得了我。既然从九修口中无法得知母亲下落的话，或许可以从那位东明天尊口中得知答案。那就是剑无双，似乎也并没有三头六臂，同时将霸天老祖跟古妖一族都得罪得这般惨，这剑无双也真够有能耐的。不过也到此为止了。到此为止？我看未必。血修罗的修罗圣主可是要力保他的。一方是修罗圣主跟剑无双，另一方则是霸天老祖与古妖一族。这下子倒是有意思。修罗圣主，这件事跟你血修罗一族无关，你当真要掺和其中？我就是掺和了，你又能如何？很好。听说修罗圣主是血修罗一族历史上血脉最精纯的一位，
想来实力肯定也是最强的了。今日本座倒是想讨教讨教。老四带来的强者阵容虽然不错，但也顶多只能阻拦住一个霸天老祖而已。想要同时拦住霸天老祖跟东明天尊，却不大现实。霸天老祖，小子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都说你霸天老祖心高气傲，从不与四大巅峰族群产生纠葛，可今日却为了杀我，竟会选择跟古瑶一族联手，这可不像你的作风。霸天老祖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打赌？既然你这般想要杀我，那我便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出手。我会正面接你3招，3招之后我若是死了，那你便是替你儿子报了仇。可若是3招过后你没能杀死我，那你我之前的恩怨便就此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正面接我3招？哈哈，这小子真有那般自信。哼，我又不傻，眼前的局势你已经必死无疑了，只是需要稍微花些功夫罢了。我为何要跟你打赌啊？哼，必死无疑，未必吧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东明天尊之所以能够找到我的位置，无非就是那9剑道尊身上的秘文罢了。若是真将我逼急了，我直接杀了9剑道尊，然后施展秘术逃窜。没有了秘文的感应，你跟东明天尊拿什么来追我？剑无双，你若是胆敢杀9剑道尊，我敢担保，轮回大陆虽大，绝对没有你容身之地。不好意思，我本来就不是轮回大陆的人，我来自虚空大陆。若是轮回大陆无法容身了，大不了我直接回虚空大陆就是了。你要是有本事，大可以继续来虚空大陆追杀我。不过真到那个时候，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杀谁。虚空大陆，果然你便是虚空大陆传得沸沸扬扬那位绝顶天才。轮回大陆跟虚空大陆虽然同处清火界，可彼此早就有过约定，两片大陆井水不犯河水。这小子若是真回到虚空大陆，我古妖一族根本没法派遣太多力量过去追杀他。此外，据我得到的消息，这小子在虚空大陆有着极大的背景，虚空大陆第一国度东土大唐就是他的靠山。别说我古妖一族没法派遣太多力量过去，就算是整个族群全部迁移过去，也休想奈何他丝毫，绝对不可能让他逃回虚空大陆。可这小子逃命手段的确了得，若他杀了9剑道尊，没有那秘文感应，根本没人能够追得上他。没办法，只能答应他了。剑无双，这个赌局我答应了。答应了。老三，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我已经同时开辟出3条天地级别的剑道，实力几乎不弱于一般的天尊，又有血煞降甲护身，虽然敌不过这霸天老祖，但他想要在3招内杀死我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。剑无双，虽然不清楚你哪儿来的勇气敢接我3招，但既然你找死，我便成全你。放马过来便是。小子，这是第1招，阴符手。好强的威势，这便是天尊强者的实力吗？不，普通的天尊绝对没有这般强横的。可现在出手的毕竟是霸天老祖，差距还真够大。小子，我倒真是小瞧你了，想不到你的实力竟然已经勉强接近天尊了。哈哈哈哈，别得意，刚刚那一招并非是我最强的绝招，而且在力量上我也仅仅使用了7成罢了。而接下来这一招我会有10成的力量施展。
啊？刚刚那一拳，如果未能再强个2-3成，或许我这具肉身就得彻底崩溃了。仅仅是第2招便如此强横，不知这霸天老祖的第3招又会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黑暗吞噬！不好！死了吗？啊？怎么可能？霸天老祖，我赢了。那等恐怖的攻击，就算是天尊碰到了，估计都只有身死一途。他竟然活下来了！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这霸天老祖的最后一招确实可怕，论威能比之前那2招都要强得多，而对我而言，他这一招对我的威胁程度反而不如之前那第2招那般大。这霸天老祖估计也是没有想到你的血煞降卡会有这般了得。若是他将那第2招再施展一次，你就未必抵挡得住了。的确，霸天老祖，我已经给你机会了，让你出手杀我了，是你自己没用，